一个能打动我的汽车品牌需要具备怎样的特质？要有自成一派的设计感，大胆独特，过目难忘；要有漂亮的车厢，精致感和无处不在的心思；要够安全，要有性价比，不仅看上去优秀，还必须开起来也能讨好我。就像这台领克03，它的入门版本用一台 1.5T 的3缸发动机。有些人一听到3缸马上就皱眉头，但你真的要亲身开过，你才会知道领克的车即便是入门动力依然是很轻快的。现在我手里这台是 2.0T 的版本，换了一个 6AT 的自动变速箱，低扭更好，换挡更平顺。但这部车开起来依然很动感，扭进一个弯，前轮的入弯能力很强，而且后轮还要有一点轻轻的往外甩的动态。作为一台家用3厢车啊，它的底子真的比你想象的要深厚。这车有我喜欢的特性，方向轻盈，虚位小，驾驶氛围有动感。同时它也没有我讨厌的那些东西，涡轮迟滞、油门迟钝、换挡迟疑等等。这就是领克造03的思路，一台给年轻人的车，而且是年轻人里不甘于平淡、积极好动的那群人。1.5T 的03顶配卖15万不到， 2.0T 才贵1万多，综合性价比足够高。那如果是对性价比的性有更高追求的年轻人呢？我讲的是性能，一台有更高性能的03，一台高性能的家用车，谁不想要？所以它来了。这是领克03加，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高性能车。还是这个跟03一样的身板，但是里里外外都不一样了。整个车厢里铺满了这种赛车化的 Alcantara 的材质，又加了很多这些荧光黄的点缀，妥妥的超跑下凡的感觉。车机有一个超级赛道模式，仪表增加了赛车化的主题，还有换挡提示灯，法拉利的既视感。过弯的时候，这张筒椅非常的包身。论运动氛围的营造，这个车已经使出了洪荒之力。它也绝非花拳绣腿，内功可是认真修炼的。原厂扰离套件是高成本的真碳纤维制作，能提供40公斤的下压力。19寸轮圈是锻造品，刹车卡钳和刹车片都做了针对赛道性能的开发。03加的发动机是领克当今最拿得出手的 2.0T 高功率版本，254马力，加上4轮驱动，一切能让它变强、变快、变好的东西都给加到这台车上了。所以03加的加绝不是浪得虚名。听起来很热血，但是03加其实是一台非常克制的性能车。为了日常的舒适性和可靠耐用，它用的是8AT 自动变速箱。排气声浪调校在了一个日常低速的时候很安静，但深踩的时候自己又能听得见，有点暗爽的程度。悬挂跟欧洲的钢炮相比是偏软的，在赛道上开特别的明显。但是去到街道上呢，它却可以做到从容淡定，完全不用惧怕减速带和沟沟坎坎。但这只是03加的一面，它的另一面却能给人惊喜，一个大大的惊喜。只要你放到赛道模式，它在弯前减速的时候还是会很激进的退档，升档的动作也会快得来，有些不修边幅，还挺粗暴的。同时它的排气在升降档的时候还能听到一点点纯正的放炮声。感觉呢就是你想要运动，
他也可以舍命陪君子。论直线加速，这不是03加的优势，100公里加速5.9秒，不足以让你去秒谁。但它真正的强项在于过弯，入弯的动态保持了03那种车头很愿意入弯，尾部又能轻轻甩出去的灵活性。而到了弯中，只要你一打方向，它的动力分配就会马上切换到50比50。这时候你再放心的踩油门出弯，就能感觉到四驱车独有的那种4轮抓地的优势。无论在低速还是高速弯，这台车的过弯表现都非常好，它完全是一部有实力的快车。这是它的另一面。为什么这台车会有两面呢？因为跟大众高尔夫 GTI 和福克斯 RS 那种纯正的欧系钢炮相比，生于中国、面向中国的领克03加要兼顾的事情多得多。为了体面和空间，它要坚守这种3厢车的造型；为了日常的便利性、舒适性，它的这样筒椅并没有把坐姿调得非常低；为了与时俱进，它有一个很好用的车机，音质非常好的 Infinity 音响，可以加热通风的座椅；为了让你的全家安心，它有全套的主动安全设备，甚至有 L2 的自动辅助驾驶，可以全速域定速巡航。说到底，03加的身份首先是台中国车，其次才是性能钢炮。领克很清楚，必须得到用户用钱包投的票，才算真正走出中国性能车的第一步。所以量产的03加要步步为营。而一鸣惊人的任务，领克有更大的打算，那就是放眼世界，用冠军去证明自己。Hello everybody and welcome to the biggest motorsport spectacle you'll see today. 2019 FIA World Touring Car Cup, the Sabang International Circuit in Malaysia. 车迷们都知道了，2019年领克以03赛车参加 WTCR 房车世界杯，拿下了年度车队总冠军。Lincoln have given Cyan Racing the team's title in their first year together. What an achievement! 压轴的马来西亚站，我在现场亲历了夺冠的感动，也明白其中的艰辛。WTCR 是世界最高水平的房车赛事，领克夺冠是中国品牌在世界赛车舞台的最高光时刻。中国品牌要扬威世界赛车，除了要有钱，还要有足够的技术和人才。没错，这就是一台最为世界冠军的领克03，它是03 TCR 赛车。对于参加 WTCR 的领克03赛车，一般观众有2种既普遍又极端的看法。一种人会说，赛车嘛，就是拿普通车一顿爆改而成，谁花的钱多，谁就跑得快。另一种人呢，会说这个车只有车壳是领克03的，里头的技术跟03没有半毛钱关系，甚至它的技术都是老外的，我们中国人没有值得高兴的理由。这2种看法当然都不对。03 TCR 赛车是以03量产车为蓝本，依据 FIA 制定的 TCR 比赛规则打造的，规则对赛车的成本做了严格约束，公开售价不得高于13万欧元，赛车的车架和车身都必须来自量产车的生产线，底盘也要维持和量产车相同的基础构造，最重要的发动机必须基于量产开发，排量不得大于 2.0T。
03 TCR 的发动机就是源自03加上的那台 2.0TD， 经强化调教可以输出350匹马力，420牛米的扭矩。一台发动机要连续用上1个赛季，所以也必须很耐操。当然，领克夺冠的功臣还得数他们的合作伙伴3 Racing 车队。这支瑞典车队过去20年来专为沃尔沃研发赛车，领克是他们的一个新起点。据说整个项目从立项到夺冠仅用了23个月，几乎动用了吉利集团的所有资源。哇，这个是大名鼎鼎的 Öhlins 避震顶级的瑞典品牌，3 Racing 跟他们已经合作了20多年了。这个车的后悬挂的这些连杆的位置跟原厂车是一样的，但是所有的部件呢都换成了赛车化的专用设计。原因呢，一个是轻量化，第二个它方便于维修和更换。去年的最后一站，我在现场看到穆勒被对手撞坏了整个后轮。这时候比赛暂停。What a sight! Katzenberg has done a proper team game there. Muller was on full wets and looking good. He took Muller out. In which case, Muller's very lucky he hasn't got any damage at all. 车队就利用那10几分钟把整套后悬挂换掉，所以穆勒可以继续比赛，最后还帮车队拿了车队的冠军。这就是专业的设计，在关键时刻才能展现他们的价值。包括这一套包围，其实实车看都没有在电视里面看那么的精致漂亮，因为这些东西在比赛的时候都是高战损部件。TCR 赛车呢是既专业又亲民的，没有什么特别昂贵的科技，但所有东西都是专业的赛车设计。方向盘上的按钮我都懂，弹射起步按钮、Pit Lane 的限速、通话按钮，还有变速箱、发动机模式的一些调节。它的变速箱呢是赛车专用的6速序列式换挡，用这个拨片来完成。整个坐姿当然比量产车低，但是所有东西都是纯粹战斗的氛围，所以还等什么？赛车不是用来看的，走吧。感谢3 Racing 让我开上这台领克03 TCR 的世界冠军车。虽然他已经退役了，但是这一身的蓝色头章还在。我可能是除了领克的官方车手以外，第一个开着这身服装的厂队03 TCR 驶上赛道的人。虽然 TCR 赛车我也开过好几款，但是这台车是现役的世界冠军车，代表了 TCR 的顶尖国际水准。而且它是我们中国品牌的中国赛车，所以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绝对的激动。来，全力跑一圈，大直道拉起来，7000转升档，升档的速度真的就像闪电一样快。这个动力对前驱车来讲太惊人了，当前的重刹，刹车的比例感非常非常好。入弯压一点路肩，这个Öhlins避震的贴服性超级强。过弯的时候能感觉到车子有很强的抓地力。出弯的时候，这些前轮朝着地面往前冲。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顺滑，转向气杆的指向性好快好准，太好玩了！再来一圈。相比原厂车，赛车版03
当然是个怪兽，但它在我手里却是越来越听话。我开着它不但很快上手，甚至几圈下来还能做出相当稳定和有竞争力的圈速。毫无疑问，这是我开过最棒的赛车。我好有信心开着这个车去参加比赛，去跟对手竞争斗夺。我觉得此时此刻我就是穆勒附体。And Ivan Muller as well. You know, it doesn't matter how old the drivers are, the desire is still just as strong. Please welcome onto the podium is Ivan Muller. Cyan Racing win the title again, but Lincoln Co have done it in their first year on track. What an achievement. It was close, but it was deserved. 虽然这个车的驾驶方法、驾驶区的氛围都跟普通的03是面目全非，但是我开着它是能感觉到很清晰的03的基因。很快的转向，丰富的人车沟通，活跃的车尾动态，强劲的动力，甚至还有周围的人给我的注目礼。此时此刻，我心情复杂。诚然，没有Cyan Racing这样的顶尖技术队伍，不会有领克夺冠这个神奇任务的成功。但是如果没有母公司吉利对赛车运动的坚持投入，没有领克国际化和长远的品牌战略，也不会出现我手中的这台车。所以一切的根还是在中国。我们有庞大的市场，我们有萌芽阶段的玩车文化，但这些文化是大众、丰田、宝马、奥迪带给我们的。我们何曾有想过能够开着一台中国赛车去世界战场上争夺冠军？我们甚至都不敢想能开一台中国品牌的高性能车去享受一下驾驶的快感。但是领克把这种想象变成了事实。03加的出现会开辟一片土壤，就像我手中这一台由我们来进行改装的03加。这是由我们进行性能化改装的03加，针对赛道里玩车的需要，刷了电脑，改了排气，换了弹簧避震，调整了轮胎倾角，用上高性能的轮胎和刹车片。就这样一改，这台车的赛道圈速可以更快，而且看起来更帅，开起来也更好玩。你在洋品牌上能玩的改装项目，在这台车上也可以做到。就如这台特别的03加引擎盖上那4位领克冠军车手亲笔签名所寓意的，这台车有冠军的光环加身。这个光环将照亮中国性能车文化的前路。我一直深信汽车文化的生长不可遏制，但是需要有人去播种和浇水。领克03就是那颗种子。仅仅在5年前，我们压根都不敢想中国的性能车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会看见什么，开上什么，能得到什么乐趣，甚至敢去争夺什么荣誉。但是今天种子已经发芽了，而未来更值得期待。路是走出来的，可能有争议，可能有劲敌，但争胜的心就是那盏明灯，目标一致，殊途同归。中国汽车胜利在望。